¿Qué tal amigos? ¿Cómo estáis? He venido a un bubble tea con Chen Shihua, con mi hermano Weihua, que nos va a ofrecer pues, una entrevista contándonos su manera de ver la vida, por qué vive en una escuela de Kung Fu, con lo difícil que esto es para tener una vida tan constante como la que ha tenido durante 8 años, primero como estudiante y hoy día como el principal instructor con el que cuenta Shifu, pues para llevar adelante toda la vida del Wuquan, de la escuela de Kung Fu. Así que vamos a escuchar un poco cómo es esta manera de ver la vida.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跟魏华教练，他在武当山住过8多年，对不对？在一个武馆，这个生活肯定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很不一样的，所以他有可能是容易说话一下。和他日常生活，他对生活的方法怎么样？我觉得很感兴趣。日常生活的话，比较千篇一律。日常生活，起床的话是练功，练完功之后就是干活之后就是代课，代完课之后呢就是吃饭，基本上就是这一套流程下来。然后晚上呢，或许就是说自己会看一些什么，但是总体来说基本上不怎么变化，因为山里不是说那个可以去让你娱乐的一些东西比较少，就是练功也是一个静心的行业，就是说不用说太过去娱乐，娱乐只是一种放松的一种方式。日常生活其实没什么。生活比较每天同步开始，单体一些，就比较单纯一些。你可能想的东西不会很多，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心一般来说可以去安静一些。我还是觉得大部分人的生活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每天差不多的人，每天差不多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才发生。是，但是在武馆，在这个武当山那个大山，就是每天的活动就是跟在城市的活动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话，你说城市的比较很快，节奏是特别的快，就是说你可能无法去沉下来去思考一些东西，可能是关于自己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你如果说在山里面的话，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下自身的一些东西，包括自己身体方面，或者说你想要哪些东西，你能思考到自己想去做什么。但是你平常的时候在你像城市里面的话，因为节奏比较快，导致你根本没有那个环境去思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可能就算有，就是说你也就是很难，就是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是这种。是你说的考虑的东西是关于自己决定这个决心的，未来的什么生活这种考虑是吗？我关于我未来的话，其实我没有想的太多。未来的话，我只是说，先还是把自己的专注一些事情先把它做好，做好之后，我可以再去想以后的东西，因为我不着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我不着急。所以所以你刚刚说了，在武馆生活是提供一个对生活考虑一下，
所以你觉得是考虑什么方面？我当时我来武当山的话是，其实并不是说我家里让我过来的一些事情，是说是我自己不喜欢，就是说，像学校的一些东西，可以简单来说，其实是，如果说按我们的话是应试教育，叫做应试教育，就是体制内的一些教育的话，我不太喜欢这些东西。对，但是个人来说还是会，谢谢。明白吗？所以呢，你过来了，武馆是多大？我当时来武馆的时候，我就10岁、11岁左右。11岁就开始了。对，10岁、11岁左右。但是，我比较知道我想去干些什么东西，但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拜过一个师傅，如果说当时那些基本上都是非常正式一个师傅，但是我不觉得师傅这个东西无关于它正不正式，仪式正不正式。其实这个东西主要是看你的心里面，如果说你心里边有这个师傅，那不管他有没有就是说去正式的去授徒，或者说做一些东西呀，你还是把他当做师傅，这个是没有变的。对，你只要认定为他是师傅，那他就是你的师傅。对，就是不用去觉得没收徒就是好像也不是我真正的师傅，没有，因为这种是没有必要的。你心里边把他当成师傅，那他就是你的师傅。这个是看心的，不要去这些在乎外在的一些东西，要看关于你自身选择什么东西。就是你对这个拜师类的传统，觉得那有什么位置？这个有什么用的？为什么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比如说我们要传承这个文化的话，对，是一个规范，就是拜师的，所以对这个怎么看待？对于拜师这个传承这一方面，我个人觉得其实它是一种，其实更多时候它是给予徒弟给予徒弟或者说收下他给予徒弟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让徒弟里边你在他心里面你拜过师你知道他是你师傅，这是真正拜过师的你就会在意一些这个东西。你像如果说没有拜师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会比较不在意吧，这个东西。对，我这个仪式的话，或者说还是关于个人。要是说收完徒呢那这个徒弟心里面就会我拜过师了那就是他正式收我为徒了，那他在他心里面可能就有一份位置，就在意。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是也只是一种老师的关系。但是我对于他的看法是无关于这个拜不拜师吧，反正是其实就是要看你内心的选择。如果你觉得他是你的师傅的话你觉得他可以当你的师傅他就是我的师傅，那就算他不收你为徒，但是事情性质他教你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对，你没有必要去为了一个名分去，或者说有一种也不算名分吧，就是一个仪式
然后我再去做完这个仪式之后，我再去把他真的当成我这个师傅，这个真正的师傅，没有必要。就是说，你把他当成师傅啊，他也对你倾囊相授，那你们两个就是师徒的关系，因为人跟人之间是有感应的，就是有心的，对，是。我觉得对外国人这种关系是比较不一样的，我们没有这种这个世俗的关系，对，我们传统里面没有，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从外面看的话是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习惯，比如说摆饰，这个摆饰，对，这个摆饰类对外国人我知道是比较奇怪的，但是你作为我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文化里面，你觉得这种习惯是有什么位置的？为什么要做？他其实就是有一种，他还是要以传承的一种方式吧。他是以一种传承的方式。为什么会做这个？可能也只是说他想把这一个东西给系统的传承下去。对，就是说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无名无分的一个徒弟。然后后边呢，这些徒弟成为师傅之后呢，也既可以继续沿用这一套仪式，然后呢去收徒啊。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就是说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这个呢传承下来就没有怎么变过，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但是它的总体来说，它本质的东西没有变。对，等一下再说。唉，我的胃了，等一下再说，喝2口再说。那你认为在武馆生活的一个好处是让你有时间考虑一下、思考什么对自己的东西，对不对？对对对。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另一个好处的话是说，刚才你也说了，是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自身的一些问题啊，和我以后的一些东西，对吧？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说，我如果说真正来说，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拜了师傅。那如果说按入道时间来说，我已经10年了。我已经入道10年了。对，就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些比较顺应自己身体，或者说一些天地的一些东西，比较自然的一些东西。我还是不喜欢那些怎么说，一些俗世里的一些东西。我还是，当然这两者都会有，就是说你看你怎么去把握一个平衡点去了。对，你不可能你不在俗世里边，但是在俗世里边的时候呢，你首先你要知道你的心里边本质是什么样子，你真正的本心是什么样的啊？当你在俗世里边的时候，你要想着，就是你的心不能就是被带动啊，见风见雨的那种。那如果说你在山里边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如果说在山里，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能会让你的心给浮起来，就是你可能想去俗世里一些东西。对，这两者都会有一些缺陷吧。对，在山里边，因为事儿不多，你就可能会去追求一些外界的东西。但如果说外界的话，你来到山里的话，你会觉得很好，因为你在城市里边事情太多了。对，所以说我们怎么去把两者去寻找一个平衡点？对，我既可以在俗世里边，我又可以在山里边，就是把握这个平衡点。对。那你觉得
这个孝顺师傅的，尊敬听师傅的，比如说有一些，还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还有太累的时候也是要听师傅，也是让师傅让你这个干活儿什么啊、所以这个就是对心的比较对一种磨练吧。嗯当然我还好，我是比较习惯了，但是虽然说你可能确实有时候会很累，不想搞，但是我是随意吧，就是因为我还是想帮师傅，多帮师傅，多陪一陪师傅。对，因为他毕竟是他自己平常的话，他也比较累，但我还是想多帮一帮师傅，多陪一下师傅。对，我是这么想的。至于这个干活，我都比较习惯了吧，就无所谓了，就这个东西。对，因为我来这么久，基本上一直是干活的嘛，对，一直都有干活，所以说我觉得都还好。那对你在武馆生活了好久，就是从很年轻到现在20岁了，对不对？所以你也看过很多人过来武馆开始一种过程，学生的过程，然后他们过来一段时间，然后又走了，然后你也是看到很多人就是过了武馆，然后离开了，然后你是一个人还是在武馆。对，所以你觉得有什么让你在武馆？有什么？你在你的情况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方面让你在武馆让我在武馆？其实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没有离开这个武馆，但是我可能只是说，因为我个人心里是武馆，确实我是有把它当成一个我自己的第二个家，把它当成我的第二个家一样，所以说，就是我可能我这个人就比较重感情吧，有点就是，对，我不希望是说，就像师傅现在这个武馆一样啊，师傅教了这么多徒弟，但是好像没有一个能真正能够他理解他的一些徒弟，对，能理解他的人比较少吧，对，但是其实我还是蛮理解师傅的，但是平常的话我可能不太会去表达一些东西，对。我觉得师傅学了很深，学了那种也去了深造，对，所以他理解也很多，也很深。对，所以不容易包括对，他是一生的慢慢积累的，对。还有就是什么？你像师傅现在教这么徒弟，那他教这么多的徒弟，那我想有一个他能真正是比较什么，真的是从这里出来之后，是一个那种一个真正的一个你是从这个馆里边走出来的啊，你以后到哪个地方去呢？啊，你提到这个馆里呢，他是我师傅啊，我不希望把这个就是说，我不希望我出去是一种丢脸的状态，我出去丢脸，我还不如不出去。对，我跟你说，我丢脸是丢我自己的脸，我不想给师傅丢脸。对，因为我觉得给师傅丢脸，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所以我就是说就是可能比较极端，就是有一些就是
就是说我死了，是否这个脸都就是说不能丢掉？我说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你比较想等到师傅让你离开，他自己感觉到你可以还是你应该离开然后你感觉到我是对的。我就是说我应该可能就是说之后会离开，但是我不是说我离开就不回来了。我离开也可能也只是一种暂时的一种离开，我没有说我不回来这种。我自己是有一个原则的，我不管我怎么样，我每年就算我走了，我每年一定要回来看一下师傅。对，你可以感觉有这种关系的。对，因为其实就是有一句话可以这么说，他是我师傅，那我不看他谁看他，对不对？还有去年师傅告诉过我，他有这个规划，他决定现在过了半年他要退休了。这个我是去年拍一个他的采访，他告诉过，说我翻译的时候我才发现是这个。对。所以我就是感觉到有点这个可以跟他学的时间还是有点少，即使我们还有10年8年左右，也是感觉到这个时间是比较短暂的，珍贵的，短暂的，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也明白这个生活也是比较快，他决定了，对，自己退休，对，所以要抓紧一下这个机会。我就明白他想在我上修行，这是一种理想。我也有这种理想，这种目标。所以我觉得是个很真正的人，真正的道人。但是对你来说，你上山了的话，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什么意思？你退休了以后，那他就是他退休了以后，对，他退休了以后，他退休了就还好，这个无所谓。他退休了，那我也可以去看他呀，我也可以去看他呀，我不管什么时候，那反正他是我师傅嘛。对，我只要我想去找他的话，我也可以去找他。不是那么离开对，社会就走了。对，不是闭关的。对生活。对，我肯定是我也能去看他呀，他不是说我看不了他，对吧？就是说那个时候他的时间会更自由一些。对，他可能就是经常的去跑一些地方啊。对，找他。对。那你关于练功方法这几年你练过好多东西，你先也是不是练过少林体系？是练过一些这些东西，但是我没在少林寺待过。是的，我没有在少林寺待过，我是练过这一些东西。然后现在呢，你觉得，所以这些我们练功的比较多的体系，有形意拳，有八卦掌，有太极拳，你觉得在这些东西之中有什么最喜欢？为什么喜欢？像这些的话呢？对。如果说我个人来说，我其实不偏向打套路，我可能更喜欢内功的一些东西，站桩打坐一些。对，我个人来说不是很喜欢去打一些套路一些东西。对，但是也是会打，因为它是以一种也是对自己身体好的一些东西。对。那你觉得在这个传统生活里面，对现代生活，现在对生活有什么能提供的东西？不是这个从理论上说，就是从你自己的
感受来说，对，对我不一样。我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我随时变吧，就是如果说我在城市里边比较现代化的一些东西，那我就去按他们的一些东西可以去生活。当然我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就是说，你虽然说是去按他的方式去走，但是，我是知道我自己想干什么的，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对，包括你在这个山里边，就是传统的这些东西的话呢，你就自己思考这些东西的时间会比较多，但同时你的心容易浮起来，所以说，但是我一般来说我会在山里边，我还是遵循传统的一些东西，对，所以去生活，对我是两者都可以，我没有说我在城市里边就不行，对，对，我也不是这么说，对，就是现代生活就是不一样的，对，是的，所以在这个这个差异里面，肯定有好处。然后我知道，如果在国外人听这个采访，他们肯定会想知道一个年轻的武当教练生活里面有什么那个你觉得这个生活是不容易吧？还要每天要努力，所以其实我们喜欢这个努力的感觉，还有这个自己进步的这个目标，但是还是比较累的。我们也喜欢的东西没有在武馆没有的，所以为什么还要选择这种生活？所以为什么从那里出来这种经历，在城市里面练功也是不容易的，应该练功要对待别人，比如说有家庭的话，有孩子的话，有什么别人要对待的话，就是在城市里面也需要很多耐心，很多毅力。但是在武馆肯定是比较需要毅力的生活，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从哪里找到了？我觉得可能是我本身就想要这些东西吧，本身就比较喜欢这一块，因为我平时我回家的时候我也会去庙观里边待一待，对，我回家不是就是回家了，就是回家我会跑到一个庙里边。一些道观里边，我还会去待一些。对，喜欢，就是对这个世界，感觉有适应。其实这个东西，我个人来说，可能还是我自己对它的感应比较强吧，可能是这种感觉。但是我还是觉得需要一种决心的。哎，说实话，我没有是这种经历。对于我自己，其实这种经历，我不在乎我的精力消耗多少，我只是说，我是有一种，我想到什么，就是说我想到什么符合我现在自身的状态，这些东西是对我来说是好的，且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我去做这些东西。对，然后。无所谓我的精力消耗什么东西，但是我想去做这个东西，对，这就行了。就是说我遵循自己的内心，那到底是一种决心，就是对，其实就是遵循我自己身体的选择，对。明白。很感谢你，很多听你一下，希望这个可以提供大家一种对武阳生活的感觉近一点。对，谢谢大家。没有这个需要包。
看得到吗？不知道。你吃烤冷面吗？